建筑师是一个讲道理的职业。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就是用感性去表达理性。坚持的做自己，我觉得您的个性就属于老子就这样，爱谁谁。其实我们知道那是梦，给了我筑了个梦，你需要去为它的设计买单。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对，今天主要是这个米老师来带我参观一下他的作品，同时也是希望认识一个好朋友，艺术圈的好朋友哈，艺术家。对，所以那我现在眼前就看到了，就是我们相当于是王老师的一个工作室加生活的地方，对不对？对。然后那像。当时，比如说，因为他们有一些生活的东西，或者是工作的东西，会不会有些矛盾呢？就是冲突呢，会有吗？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冉姐是导演啊，她看片子的需求，还有包括她后期制作的需求，她可能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空间。哦。但是呢，因为作为搭档哈，艺术家搭档，其实他们不光我觉得要做的不仅仅是一种完全隔离，其实它还需要一定的对话。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些，比如说视觉上的联系比如彪哥创作累了，他可以坐在椅子上去看着冉姐工作，或者冉姐在工作的时候可以透过那个窗户看到彪哥在创作。因为其实彪哥跟我提了一些功能的要求，然后呢，正好我看到了冉姐这个有一个纪录片，对，碧雨婷是吧？对。然后我一看那个碧雨婷，就我可能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灵感。对，可能设计是瞬间完成的事情。对，就是可能基本上在空间概念里面，这个亭子其实起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作用。然后剩下的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在去弱化，都在强化它的体量，包括这个墙，包括就是后面是冉姐的工作室。所以另外一个呢，它后面是它的卧室，比较私密的区域。其实这里面其实一个空间处理的一个常用的一种手法。明白。这样同时它又不抢这个屋顶，对吧？不抢这个屋顶。楼梯也是尽量去简化。楼上是彪哥的储物间，它可能放画放作品。单纯是体的话，它可能需要足够大的空间体量，才能放下这个体。而这个体的张力是很强的，其实用线和面需要去平衡它。对，这个也是。对，我笑是因为我觉得米老师很专业，而且对自己的专业还是很热爱。您是不是很热爱这个您的这个行业，是吧？能看出来。对，所以您是就是当时专业能力很强，所以上到了央美。没有，我就是幸运考进去了。没有，我读美院完全是个意外，因为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决定了我们那个时候对于艺术生是没有概念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说可以通过学画画或者学音乐、学体育去上大学，我都完全不知道。对，然后呢，我高二读到应该还没有读完，读到还有1个半月放暑假的时候，我就高中退学了。然后呢，当时因为我头疼哈，就莫名其妙很生气。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觉得我读建筑，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被上天安排的这个东西。我头疼那会儿，我也没想过我要去学艺术。然后呢，但是那个就意味着我没有办法再读书了，就我有可能上不了大学。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妈就特别认真的，她没有特别严肃，认真的问我说：“你要不要通过学画画你去考大学？这个事情你要自己做决定。”觉得听你这么说，其实这个过程中其实妈妈起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没错。那我还想问一个特别那什么问题，他说你每天吃饺子。对，是没错，我每天吃。这个习惯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而且还不换相。其实但是我接触到很多设计师，他们都会说我要体验生活，然后感受不同的这种喜好，这样呢才能让他懂生活，然后才能去做好的设计。如果要讲到懂生活，那我觉得先要有一个定义，什么叫生活？我觉得不管是生活跟丰富多彩没有关系，跟多样化没有关系，就是当下就是生活。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生活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你住在茅草屋里面，一日三餐非常简单一点也是生活。你住在大 house 里面是吧？每天有人服侍着，那也是生活，都无可厚非。对。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感受生活是不是可以对设计产生影响？对。我觉得这个再把设计师的责任推给生活。您刚才说没有好的设计，为什么？只有合适的设计。就设计没有好坏。因为合适比好要难。
这个讲也，《三字经》里面有个叫“做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溢”。其实我觉得，当他把那个设计图给我的时候，我眼前一亮，因为对艺术家来说就是1秒钟的事情。OK， 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他就是一下子很打动你。我在看图，就跟我看艺术的感觉一样。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能用最少的预算，自己对设计的理解放到最大。我们来选择的地方特别简单，因为是有天光。天光对于大多数读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它就是我们要画人体啊、画塑像的一个自然选择光最好的方式，就是天光，而不是测光，让这么温暖的外界的光线充分的影响到你的心境，而不是制造一种现象，而是呈现一种原始格调，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实话实说，没用太多昂贵材料，也就是说，我认为最厉害的设计就是这样的设计，它不是通过堆砌，通过一种罗列，展示材料的一种富贵，而是我看到的设计和这个人和这个家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懂。